3年前破产的王大强求我帮他东山再起，我靠着直播带货救活了王大强的场子。3年后，在他开上保时捷时，他却用烂果子打发我的粉丝，全都给我用冷酷的烂果子。而且在面对我的质问时，不仅扣我押金，还指着我叫嚣。一群买29块9的穷酸宝妈也配吃好水果？老子马上要和估值10几亿的传媒公司签大单了，不伺候你这破生意了。为了和传媒公司的总裁套关系，他不惜抵押厂房，借高利贷去买高档包装盒。此时我看着他那耀武扬威的嘴脸，却忍不住笑了。只因他根本就不知道，自己倾家荡产、费尽心机想要巴结的传媒公司幕后老板，其实就是我。3年前，王大强的农产品加工厂是靠着我直播间里的订单起死回生的。虽说我的带货利润薄，但胜在单量大、结款快。我把打包发货的业务全交给他，这一帮就是3年。可今天，我却在粉丝群里看到了铺天盖地的投诉截图。林哥，说好的1级红富士，怎么里面掺了1半的烂果和只有核桃大小的小果？这缺斤少两也太严重了吧！带箱子称才4斤半，承诺的净重5斤呢？我立刻带着助理小夏驱车赶往王大强的加工厂。一进厂房我就愣住了，原先堆满平价水果的流水线上，现在竟然摆满了金光闪闪、垫着丝绒内衬的轻奢礼盒。几个工人正小心翼翼地往里面放着外表打蜡、油光水滑的进口车厘子。而在厂房最里面，王大强正靠在他那辆新提的保时捷车头上，抽着雪茄，跟一个穿着西装的男人谈笑风生。3年前厂子快倒闭的时候，他穿的是破洞的军大衣，拉着我的手一口一个恩人。现在大肚腩都快把他腰间的爱马仕皮带撑爆了。我走过去，将手机里的投诉截图举到他面前。怎么回事？我林月做助农带货，主打的就是诚实圣信，你这么掺假，砸的是我的招牌。王大强斜着眼睛瞥了眼屏幕，鼻孔里喷出一股白烟。哎呦，林老弟啊，多大点事儿？这批果子本来就是尾货，稍微小点破点皮怎么了？也不影响吃嘛。尾货？我们签合同的时候可是按1级果的标准付的款，你现在拿尾货次品糊弄我的粉丝，还少称，这说不过去吧？就是林哥为了帮果农，自己都没留多少利润，全贴在运费和包装上了。王总，你这么干太不地道了。怎么说话呢？什么叫我不地道？你们那叫什么粉丝？一群在直播间里抠抠搜搜买个29块9的苹果，还要问包不包邮的穷酸宝妈，花那么点钱还想吃仙桃啊？给他们吃这种果子就不错了。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他忘了3年前他连2000块钱的机器维修费都拿不出来的时候，正是这群穷酸宝妈一单单的买爆库存，帮他挺过了难关。没有这些粉丝的29块9，你这辆保时捷连个轮胎都买不起吧？再次警告你，马上把这批残次品安排退款或者重发。这事儿就算了，退款重发，张经理，你听听，他还让我重发，他以为他是谁？是我王大强的金主爸爸吗？林月，实话告诉你吧，老子早就不想做那破生意了。他指着流水线上那些金光闪闪的礼盒，看见没？这叫轻奢礼盒，一盒就装6个草莓，能卖380。你每天累死累活卖个1万单，还不如我这100盒的利润高。你那些穷酸粉丝的生意，我早就不想伺候了。你过河拆桥，当初要不是林哥把所有单子都给你，你早就破产跳楼了。那都是几百年前的烂谷子事儿了，少拿出来恶心我。做生意讲究的是人往高处走。我现在马上要跟市里最大的传媒公司签独家代工合同了，人家那是顶级 MCN 机构，带货界的头部大网红，玩的都是高端局。至于你们那点破苹果，爱找谁找谁去。这批货的押金我是1分钱都不会退的，全当这几年我给你们干苦力的补偿了。说罢，他转头直接叫来了保安，把这俩要饭的给我轰出去，别耽误我跟张经理谈几百万的大合同。张经理，您里边请。闻言，几个保安立刻凶神恶煞地围了上来。我没有发火。王大强，记住你今天说的话，押金我不要了，就当是给你买棺材的钱了。希望你跟传媒公司的合作能顺顺利利。小夏一路红着眼眶跟我走出了加工厂，刚上车他就委屈地哭了。林哥就这么算了吗？他扣了我们30万的押金啊，而且他马上就要攀上传媒公司的高枝了，以后肯定更嚣张，咱们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吗？小夏，别哭了。我看着后视镜里那座轰鸣的加工厂，眼神彻底冷了下来。他王大强费尽心机想舔上的传媒公司，其实是我全资控股的。他那份几百万的代工合同，只要我不签字，就算天王老子来了，也是一张废纸。小夏坐在副驾驶上，嘴巴张得能塞下一个鸡蛋。林哥，你没开玩笑吧？那个传媒公司可是估值10几亿的头部公司，你是幕后老板，那你天天还在直播间里扯着嗓子卖20几块钱的苹果，图啥呀？图个心安。我是从大山里出来的，当年要不是村里人凑钱，我连大学都上不起。做传媒公司是生意，做助农直播是还债。行了，我的身份在公司都是严格保密的，除了几核心高管没人知道。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赶紧解决粉丝的售后问题，绝对不能让信任我们的人吃亏。明白。那我们现在去哪儿？重新找代工厂吗？2个小时后，我的车停在了邻县的一个偏僻果园前。这片果园的主人叫李婶，50多岁，是个踏踏实实种了一辈子地的老果农。我们到的时候，李婶正蹲在烈日下，一个一个的筛选着刚摘下来的苹果。她挑得很仔细，
稍微带点疤痕或者个头不够的，全被他扔到了旁边的次品筐里。我走上前，拿起一个正品筐里的苹果，随便擦了擦，咬了一口，口感清脆，汁水四溢。唯一的缺点就是因为没有打蜡，外表看起来没那么油光水滑。小伙子，买果子啊！我这果子没用催熟剂，长得不好看，但是绝对甜。你要是买的多，我给你算1块5一斤。婶子，那些有点小疤的，削皮也能吃啊，全扔了多可惜。那不行，人家花钱买我的果子，那是信得过我。我把坏的掺在好的里头卖，那不是丧良心吗？晚上睡觉都要做噩梦的。听着这句朴实的话，我脑海中不禁浮现出王大强那副丑恶嘴脸。人和人的差距，有时候真的比人和狗都大。我当即拍板：李婶儿，你这果园今年的产量我全包了，不仅包了，我还要在你这里建一条标准化的分拣包装线，雇村里的闲散人员来干活，工钱完市价开。李婶惊得手里的苹果都掉在了地上。大老板，你说的是真的？这漫山遍野的果子，正愁卖不出去，要烂在地里呢。叫我小林就行，您只要保证果子的品质，销路包在我身上。当天晚上，我就在直播间开启了紧急直播。刚一开播，弹幕上全是质问和指责。我没有辩解，而是直接站起身，对着镜头深深鞠了一躬。对不起，家人们，这次的红富士事件是我的错，我错信了合作3年的代工厂，没有做好品控。大家赚钱都不容易，我绝不能让你们寒心。后台已经开通了极速退款通道，所有买到次苹果的订单不需要退货，直接全额退款。这笔钱我林月自掏腰包补上。紧接着，弹幕的风向彻底变了。我操，不用退货直接退款，林哥大气！我就说林哥不是那种人，肯定是被代工厂给坑了。林哥，我也不是非要退钱，就是咽不下这口气。你既然这么敞亮，我这单不退了，就当支持你。我看着弹幕，心里涌起一股暖流。这就是王大强口中的穷酸粉丝，只要你拿真心换真心，他们其实比任何人都要通情达理。接着，我就把镜头对准了李婶和她刚摘下来的苹果。这是我今天刚找的新果园，李婶种了一辈子地，果子没打蜡，所以不够漂亮，但果子脆甜爽口，而且没有半点农残。今天新链接还是29.9块5斤包邮，大家愿意信我林月的，再给我一次机会。没想到我话音刚落，后台库存竟瞬间蒸发，3万单被直接秒空。我看着火爆的销量，长舒了一口气。这是我今天刚找的新果园，李婶种了一辈子地，果子没打蜡，所以不够漂亮，但果子脆甜爽口，而且没有半点农残。今天新链接还是29.9块5斤包邮，大家愿意信我林月的，再给我一次机会。没想到我话音刚落，后台库存竟瞬间蒸发，3万单被直接秒空。我看着火爆的销量，长舒了一口气。而另一边，王大强的办公室里，自掏腰包赔钱，这林月脑子进水了吧？3万单也就是个辛苦钱，等老子拿下传媒公司的合同，一天赚的就比他1年都多。坐在他对面的是传媒公司采购部的一个副经理，姓张，张经理就是负责筛选基层供应商的。他的级别不够，根本没见过我这个幕后老板。此时张经理翻了翻手里的资料，打着官腔说道：咱们传媒公司旗下的主播走的可是高端轻奢路线，你这加工厂的规模是有了，但这包装设计太土了。我们这边的要求是，包装成本必须占到售价的1半以上，要让客户拿到手就有种拆奢侈品的感觉，懂吗？懂。张经理放心，我马上进行产品升级，全换最高档的包装。那咱们这个代工合同，这是意向书，你先照着我们的标准备个5万盒的货。下周1，我们公司的幕后大老板会亲自来你的厂子视察验收，只要老板签字，咱们这300万的单子立刻生效。大老板亲自来！王大强激动得浑身发抖，双手接过意向书，仿佛捧着圣旨。送走张经理后，王大强立刻就给包装厂打去了电话。喂，老刘，给我订5万个最高档的礼盒，对，内衬要真丝的，外面要烫金的。什么？一个盒子要30块钱？定！这光包装盒就得150万了，还要进那种高价车厘子和秦王蒲瓜，咱们账上没那么多钱啊。妇道人家懂个屁，这叫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。马上把卡宴拿去抵押，还有这厂房也拿去银行贷款。不够的，找飞哥借点。借高利贷，万一这合同没签下来，咱们可就倾家荡产了。放屁！怎么可能签不下来？意向书都拿到了，张经理也打点好了，下周就是走个过场，只要傍上传媒公司这棵摇钱树，我王大强就能在这座城市横着走。到时候我要让林月那个穷光蛋跪在地上给我擦皮鞋。他看着桌上那份并没有法律效力的意向书，仿佛已经看到了金山银山在向他招手，可他根本不知道，他抵押了全部身家，借了高利贷要去讨好的大老板，下周将会给他准备一份怎样的大礼。几天后，王大强的加工厂张灯结彩，他特意从婚庆公司租了一条50米长的红毯，从厂门口一直铺到了车间大门。王大强今天穿了一身崭新的阿玛尼西装，他老婆站在一旁，看着仓库里堆积如山的豪华包装盒，心里还是不停地直打鼓。这50万斤的水果，你真的全用了冷库里的陈年烂果，万一被人家大老板看出来，
你懂个屁！闭上你的乌鸦嘴！这5万个包装盒就把老子的底裤都掏干了，不拿便宜的陈果充数，我拿什么赚钱？再说了，现在的有钱人买这种高端礼盒，谁是为了吃？全是为了送礼要面子。这包装盒做的跟圣旨一样，谁舍得拆开仔细看？听张经理说，今天大老板来也就是走个过场，只要字一签，下午肥付款就能打过来。等钱一到账，我立马先把飞哥的高利贷还了，剩下的够咱们在市中心买套大平层了。厂区外传来一阵汽车引擎的轰鸣声，3辆黑色的奔驰 S 级轿车缓缓驶入，然后停在了红毯尽头。来了来了，快精神点！王大强激动得满面红光，一溜小跑迎了上去。车门打开，张经理率先下了车，神色恭敬地走到中间那辆迈巴赫的车门旁，他弯下腰，小心翼翼地拉开了车门。下一秒，一只锃亮的皮鞋踩在了红毯上，紧接着，一个穿着剪裁得体的深蓝色定制西装、身姿挺拔的男人走了下来。王大强脸上堆满了极其谄媚的笑容，刚准备拍马屁，可当他看清来人的脸时，他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，眼珠子甚至都快瞪出来了。林月！王大强失声叫了出来，随即脸色猛地一沉，怒火中烧。他以为我是来砸场子的。姓林的，你有病吧？这场合是你能来的？我告诉你，押金老子吞定了！你今天就是跪在地上给我磕头，我也不会退给你。马上给我滚！别脏了我的红毯！今天要是惊扰了传媒公司的大老板，你10条命都赔不起！保安死哪儿去了？把这个穷光蛋给我乱棍打出去！空气在这一刻仿佛凝固了，几个保安拿着橡胶棍刚跑出来，就看到张经理猛地转过身。王大强，你他妈瞎了你的狗眼！这是我们传媒公司的创始人林月林总，你敢让保安打我们老板？王大强捂着肿起老高的左脸，嘴巴张张合合，像一条缺氧的鲶鱼。林总，张经理，您开玩笑的吧？他就是个在网上卖29.9块烂苹果的破主播啊！我径直越过他走进了厂房，厂房里5万个金光闪闪的轻奢礼盒堆积如山，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劣质香精掩盖不住的腐烂酸味。我走到流水线前，随手拿起一个精品礼盒，我扯开绑带，打开盒子，里面静静地躺着5个硕大的水蜜桃，颜色鲜亮无比。这时回过神的王大强已经连滚带爬地跟了进来，扑通一声就跪在了我面前。林总，我错了，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这合同……我没看他，而是从旁边桌上拿起一把水果刀，表面光鲜亮丽的水蜜桃，里面果核的地方却已经烂成了一包黑水。这就是你所谓的赚大钱的买卖。我将那半个烂透了的桃子直接砸在了王大强的脸上，烂水顺着他的名牌西装往下流。外面包着30块钱的盒子，里面塞着3毛钱一斤都没人要的陈年烂果，甚至为了让外观好看，你还打了工业果蜡和违禁的防腐剂。你真以为传媒公司的消费者都是傻子吗？你真以为高端局就是靠骗和糊弄？王大强顾不上擦脸上的脏东西，疯狂磕头。林总，我马上换新鲜的果子。您给我个机会，把合同签了吧。为了这批货，我连厂子都抵押了，还借了高利贷。您要是不签，我就死定了呀！机会，3年前我已经给过你了。我从助理小夏手里接过那份意向书，当着王大强的面撕拉一声撕成了2半，接着是第2下、第3下，我将碎纸片扬在了王大强的头顶。这份合同作废，而且从今天起，传媒公司全网通报，将你的加工厂列入行业黑名单。我保证，在这个行业里，你王大强连一片烂菜叶子都接不到。说完，我转身直接大步走出了厂房，而身后顿时传来了王大强杀猪般的嚎叫声。他老婆一屁股跌坐在地上，绝望的哭喊。我知道王大强的末日才刚刚开始，那5万个30块钱一个的高昂包装盒，配上那些几天内就会烂成泥的陈年劣质水果，再加上巨额高利贷的倒计时，我离开加工厂不到2个小时，3辆满是泥点子的路虎停在了厂房大门前，车上下来5、6个壮汉，直接用铁棍砸碎了车间门口的玻璃。带头的是个光头，脖子上挂着一根小拇指粗的金项链，这人叫飞哥，是本地农产品批发市场最大的地头蛇，也是垄断了周边几个县城物流和包装耗材的狠角色。王大强借的那200万就是从他手里拿的。王老板，听说传媒公司的单子黄了，连我的钱都敢打水漂，你这厂子是不想留了是吧？飞哥，你宽限我几天，都是那个叫林月的王八蛋坑了我。他其实是传媒公司的大老板，他故意设局搞我呀！我管他是谁，老子只认钱。今天你要是拿不出粉息250万，这满仓库的烂果子，还有你那辆卡宴，全给我抵债。不够的，拿你老婆孩子的房子凑。他眼角的余光瞥到了旁边桌上的平板电脑，
电脑屏幕上正好停留在我的直播间回放页面，画面里离神果园的3万单苹果被瞬间秒空，王大强的眼睛瞬间充血，像一条闻到血腥味的疯狗，猛地扑向平板。飞哥，您看这个，3万单，他一场就卖了3万单。李婶那个老不死的，这几天最少能赚这个数。林月不仅全包了他的果园，还要建新流水线。飞哥，林玉是外地人，传媒公司的总部也不在咱们省，强龙压不过地头蛇呀。咱们县的快递网点和纸箱厂不都是您飞哥入股的吗？只要您卡住他的脖子，断了他的纸箱，截住他的物流车，这3万单的苹果发不出去，林月就得赔付天价违约金。你的意思是，逼他把这3万单转给我发，让他用我这30块钱一个的纸箱装那些破苹果，不仅能把您的250万还上，咱们还能狠狠敲他一笔。到时候赚了钱，我王大强只拿20%，剩下的全孝敬飞哥。有点意思。在我的地盘上，还轮不到一个外来的网红老板撒野。喂，老刘，李家村那个姓林的，如果去你厂里订纸箱，一个都不许卖。小王啊，通知下面所有的快递站点和冷链车，李家村的货谁敢接，我砸谁的饭碗。走吧，咱们去李家村会会这位大老板。第二天一早，李家村的果园里热火朝天，10几个村民正麻利地将刚摘下来的苹果进行分拣。我坐在树荫下，正跟小夏核对着发货名单。突然，李婶的儿子从村口跑了回来，手里还捏着一沓退款单。林老板，不好了！县城那2家纸箱厂突然把咱们的定金全退回来，说机器坏了，不接咱们的单。我跑了隔壁镇的厂子，他们一听是咱们李家村的货，连门都不让我进。怎么可能？昨天明明都签好加急合同了。他话音未落，我的手机也响了，是之前联系好的本地物流车队。林总，对不住了，这活我们干不了。上面发话了，谁敢拉李家村的苹果，以后在县城就别想混了。您另请高明吧。说罢，对方直接就挂断了电话。而看着满地金黄的苹果和焦急的村民，小夏急得都快哭了。林哥，3万单啊，最迟明天下午就必须得发货，现在连个包装盒都没有，物流车也进不来。这不是要把我们逼死吗？这算不算平台违约啊？闻言我没有说话，而是眯起眼睛看着远处扬起的一阵尘土。不用慌，正主来了。话音刚落，2辆路虎和1辆破旧的面包车就停在了果园门口。车门拉开，王大强耀武扬威地走了下来，跟在飞哥身后，向我在这边走了过来，身后还带着7、8个纹身的小混混。村民们哪见过这阵仗，顿时吓得纷纷后退。李婶更是脸色苍白，把大壮护在身后。只见王大强走到我面前，看着满地的苹果。林月，你昨天不是挺牛？不是要全网封杀我吗？怎么今天连个装苹果的破纸箱都买不到了？你真以为有几个臭钱就能在县城一手遮天了？我告诉你，这位是飞哥，县城所有的包装厂和物流廊口都得看飞哥的脸色。你不是要助农吗？我看你今天怎么把这些烂果子运出去。林总对吧？久仰大名，我这人不喜欢拐弯抹角。这3万单的货你想发出去，只有一个办法。大强仓库里正好有5万个现成的豪华纸箱，你按30块钱一个原价收购，再交给我100万的物流疏通费，这钱一到账，我保证你的苹果明天顺利发出。不然的话，这几万斤果子就全给村里猪当饲料吧。听见没？30块钱一个箱子装你们那些20几块钱的破苹果，哼，算是便宜你们了。林月，你现在要是跪下来求我，再把传媒公司的代工合同补签了，我还能帮你在飞哥面前美言几句。看着他们这副吃定我的嘴脸，我忍不住笑了。我走到一筐苹果前，弯下腰，随手从里面挑了个，用衣服擦了擦，咬了一口。你叫飞哥是吧？你在县城称王称霸太久了，可能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大。说罢，我拿出手机，拨通了传媒公司总部法务总监和供应链总管的电话，并按下了免提。老赵，通知咱们公司的御用物流调50辆17米半挂车，2个小时内给我开进李家村。明白，林总，车队已经在临时待命，马上出发。装什么大尾巴狼？没有纸箱，你用手捧着苹果上车吗？老刘，查一下本市最大的包装耗材生产基地是不是市郊那个占地200亩的宏达包装，去跟他们谈。我不管他开价多少，1个小时内我要全资收购这家工厂。收购完成后的第一道指令，全县停产其他业务，24小时连轴保，给我印李家村果园的专属包装盒，印好直接专车给我送过来。收到，林总，收购资金3亿已经准备就绪，马上执行。挂断电话，我将啃完的苹果核随手扔进了旁边的垃圾桶。王大强，你不是想看资本的力量吗？今天我就让你看看，什么叫真正的降维打击。我不光要运走我的苹果，从今天起，你们在本地入股的所有包装厂和物流站，我会用低于市场价30%的价格，把你们的生存空间全部碾碎。听完我的话，飞哥先是愣了3秒。你们听见没？
这小子说他花3个亿收购了市里的宏达包装，还要调50辆半挂车，还要派直升机送货。哈哈哈哈！你以为你是爽文男主啊，在这跟我演霸道总裁呢？林月，你是不是被我刺激的精神失常了？你在我厂子里求爷爷告奶奶的时候，怎么没见你调直升机来啊？装逼也不看看地方，在飞哥面前玩这套。你今天就是把玉皇大帝摇下来，这3万箱苹果你也得烂在手里。小林啊，咱们斗不过这些地头蛇的，实在不行，婶子把退款的钱凑一凑。婶子，不用，让子弹飞一会儿。5分钟过去了，村口寂静无声，连根鸡毛都没飞过来。飞哥失去了耐心，脸色猛地一沉，直接从旁边小弟手里接过一根棒球棍。行了，没工夫陪你在这过家家，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。兄弟们，给我把这些苹果全砸了，我让他1箱都卖不出去。几个花臂壮汉怒吼一声，举起棍子就要冲向果筐。就在这时，大地突然开始微微震颤。怎么回事？地震了！所有人同时转头看向村口，只见村口那条宽阔的省道上扬起漫天的黄土，一辆车头挂着红绸的巨型重卡，宛如钢铁巨兽般驶入视线。紧接着是第2辆、第3辆、第4辆，整整50辆17米长的重型冷链半挂车，上面印着4个白色大字“极速冷链”。车队宛如一条钢铁长龙，将整个李家村外围堵得水泄不通。飞哥手里举着棒球棍，整个人僵在了原地。极速冷链，这不是全国排名前3的王牌物流吗？怎么会来我们这穷乡僻壤？他垄断的那几辆破旧2手冷藏车，在这支全副武装的钢铁舰队面前，简直就像是玩具车一样可笑。没等他回过神来，天空中突然传来一阵巨大的气流呼啸声，狂风骤起，吹得周围的果树剧烈摇晃。几个小混混甚至站立不稳，一屁股坐在了地上。一架黑色的商务直升机盘旋在果园上方的空地上，缓缓降落。舱门打开，一个西装革履、大腹便便的中年男人，在2个保镖的护送下，连滚带爬地跳下飞机。他满头大汗，手里紧紧抱着一个印着李家村助农标志的环保抗压纸箱。他一落地就四下张望，当看到我时，立刻3步并作2步地冲了过来，跑到我面前。紧接着，一个90度的大鞠躬。林总，宏达包装原董事长、现任厂长刘红向您报道。由于时间紧迫，我让厂里停了所有订单，先打样并赶制出了1万个包装盒，用直升机给您送来。剩下的4万个，车队正在高速上狂奔，1小时后准时送达，请林总检阅。刘红双手将那个结实美观的包装盒递到我面前，态度恭敬的像是在面对皇室宗亲。全场死寂，只有直升机螺旋桨逐渐停歇的余音。王大强的双腿像面条一样软了下去，扑通一声跪在泥地里，脸色煞白，像见了鬼一样盯着我。3个亿，这真受够了！我没有理会瘫软的王大强，随手接过纸箱看了看，材质过硬，印刷精美，干得不错。飞哥是吧？你刚才说在县城你的地盘上，我一个外地人得看你的脸色，现在你告诉我是谁看谁的脸色？但他毕竟是地头蛇，骨子里的江湖匪气让他还在强撑。是我承认你有钱，你牛。今天这事儿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大水冲了龙王庙，这物流费和包装费我不要了，您自己发货，咱们井水不犯河水，行吧？井水不犯河水。你带人砸我厂子，断我供应链，要我100万保护费，现在看我势大，就想拍拍屁股走人。我刚才说过，我不光要运走我的苹果，我还要砸碎你的饭碗。打开直播。我对着镜头举起手里宏达包装的纸箱，掷地有声的宣布：各位粉丝，李家村的苹果现在开始装箱发货。同时，借着今天这个机会，我代表传媒公司正式宣布一项助农护航计划。从今天起，传媒公司全资控股的宏达包装以及深度合作的极速冷链，全县所有的果农农户，只要你们的果子品质过关，不需要再被本地的黑心渠道商剥削。包装耗材，我们按出厂成本价供应；物流冷链，传媒公司给予专项补贴，运费永远比市场价低30%。此话一出，整个果园的村民沸腾了，李婶更是激动的直抹眼泪。飞哥听着我的宣告，整个人仿佛被5雷轰顶，他知道自己完了。果农不是傻子，有质量更好、价格便宜30%的大资本物流和包装，谁还会去用他那些破铜烂铁？果不其然，不到2分钟，飞哥身后的一个小弟手机就疯狂响了起来。飞哥，不好了！东乡的张老板说以后的货不走咱们的线了，还有西岭那几个包山头的果商，刚打电话来要退包装盒的定金，说咱们的盒子太贵了。电话一个接一个的打进来，全都是取消合作、退定金的催命符。李月，你他妈够狠！你断我生路！这是你自找的。垄断赚黑心钱的时候，你就该想到会有被市场反噬的一天。带着你的人滚出李家村！急速冷链的几十个健壮的卡车司机，此时已经齐刷刷的走了过来，冷冷的盯着飞哥这群混混。飞哥知道今天绝对讨不到好，他咬紧牙关，猛地转头，那双充满杀意的眼睛死死锁定了还跪在泥地里发抖的王大强。飞哥，都是你这个畜生！如果不是你这王八蛋出馊主意，让我来招惹这位瘟神，老子的盘子怎么会崩？你为了你那几万个破裂盒，把我整个身家都搭进去了！250万的高利贷，现在连本带利给我吐出来，少1分钱，
我今天就把你剁了喂狗！飞哥饶命啊！我没钱，我真没钱了，我的钱全买了包装盒了。林月、林总、林爷爷，您救救我！看在咱们过去的情分上，您让飞哥别打了。情分？你嘲讽我粉丝穷酸的时候，你扣我30万押金的时候，可曾想过情分？我给过你活路，是你自己非要走死路。我挥了挥手，几个安保人员立刻上前，将王大强挡在了1米之外。没钱是吧？没钱就把你那破厂子和保时捷抵给我。走，跟我回县城办过户。你老婆不是还有套房吗？全他妈给我卖了！林哥，他们这就叫狗咬狗一嘴毛，活该！我收回目光，看着已经开始热火朝天打包发货的果农们，眼神却并未彻底放松。飞哥的盘子被我砸了，王大强也被逼到了绝境，他们现在是真正的亡命之徒，一只被逼到死角的恶狗，在咽气之前，一定会想办法咬人最后一口。小夏，让技术部的人把咱们之前准备的特殊设备，今晚全部在李家村的果园里布置好。我预感，今晚会有一场大戏。夜幕降临，县城郊外的一处废弃烂尾楼里，王大强蜷缩在角落里，浑身上下都是脚印和淤青。他的保时捷被飞哥强行开走了，加工厂的钥匙也被抢了，甚至连他老婆名下的那套按揭房都被逼着签了抵押转让协议。仅仅半天时间，他从一个开豪车、做着千万大梦的准暴发户，变成了一个身无分文，甚至还要道歉高利贷的穷光蛋。就在他绝望的想要找根绳子吊死自己的时候，烂尾楼的铁皮门被人一脚踹开，飞哥拎着2桶散发着刺鼻气味的液体，阴沉着脸走了进来。飞哥现在的处境并不比王大强好多少，急速冷链和宏达包装的全面入驻，加上传媒公司的巨额运费补贴，让他垄断的破车队和包装厂瞬间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。手下的小弟见势不妙，跑了一大半，他的资金链也彻底断了。飞哥，别叫唤了，这是百草亏。飞哥，您这是要……废话，他林月不是要搞什么助农基地吗？他不是要帮李家村卖苹果吗？老子的盘子被他砸了，他也别想好过。这事儿因你而起，今晚你去干。只要你把这片果园给我毁了，你欠我的200多万一笔勾销。好，我干！我都快家破人亡了，林月这王八蛋也休想踩着我赚钱。凌晨2点，2个鬼鬼祟祟的黑影摸到了铁丝网边，村民们白天忙着打包发货，此刻早就陷入了熟睡。飞哥，林月这蠢货，这么大一片果园，晚上连个看门的狗都没养，他真以为农村是什么路不拾遗的世外桃源啊？大城市来的老板懂个屁的江湖险恶！赶紧的，从这排老树开始浇，树根土壤全给我淋透了，我要让这片地彻底烂掉。王大强拧开桶盖，面目狰狞的低声怒吼：林月，你让我破产，我今天就毁了你的根！然而他们根本不知道，就在他们头顶上方不足2米的一根树杈上，一个伪装成树叶的微型设备上正闪烁着肉眼无法察觉的红外线幽光。而这样的摄像头在这片果园里足足装了20个无死角覆盖。今晚10点前，运营团队将直播间改成了果园慢直播半眠频道，主打的是让城市焦虑的粉丝听着大自然的虫鸣，看着天然的果园安心入睡。这原本是个温馨的助农创意，吸引了大概2-3万夜猫子网友挂着当背景音。但就在5分钟前，平静的画面里突然钻进来了2个黑影，昏昏欲睡的直播间瞬间炸锅。因为摄像头自带极高灵敏度的收音麦克风，两人刚才的对话被一字不落地直播了出去。网络的传播速度是极其恐怖的，短短几分钟内，有人在助农果园直播投毒的消息就在各大社交平台疯狂蔓延，直播间的在线人数从3万飙升到10万、30万，最后更是到了50万。无数网友被这种丧尽天良的行为激怒，纷纷涌入直播间在线监工这场犯罪。而果园里，王大强还在浑然不觉地倾倒。一声极其刺耳的破空声骤然响起，围绕着果园四周，12盏隐藏在树丛中的探照灯在同一秒钟拉开开关，刺眼的光柱如同12把利剑划破了黑夜，将这片树果园照得如同白昼一般雪亮。王大强和飞哥惨叫一声，被这突如其来的强光刺得短暂失明。头顶上方，3架重型安防无人机呼啸着升空，红蓝交替的警示灯在夜空中疯狂闪烁。中计了，快跑！飞哥毕竟是混过的，反应极快，捂着眼睛大吼一声，他毫不犹豫地转身抛下王大强，发疯似的向被剪开的铁丝网缺口冲去。然而没等他跑出3步，四面八方传来了威严的怒吼。10几个全副武装的特警宛如神兵天降，从周围的树林里果筐后瞬间涌出，盾牌和防爆叉直接将2人死死地抵在了地上。我带着小夏和法务总监老赵从探照灯的光晕深处缓缓走来，我停在被按在地上的王大强面前，居高临下地看着他。跑啊？怎么不跑了？林总，林爷爷，我错了，都是飞哥逼我的，我没倒，我一滴都没倒下去啊！林月，你敢阴我，老子出来照样弄死你！哼！我从兜里掏出手机，将屏幕转过来对准了他们的脸。你以为这还是你带着几个小弟就能一手遮天的90年代吗？你们刚才说的每一句话，你们带着毒药剪开铁丝网的每一个动作，全都被红外夜摄像头拍得清清楚楚。而见证你们犯罪的，
不是我林月一个人，是现在直播间里的125万网友，是全网千万级的转发录屏。王大强呆呆地看着屏幕上那不断跳动的数字，大脑彻底宕机了。他双眼一翻，嘴里吐出一口白沫，竟是被吓晕了过去。而刚才还嚣张跋扈的飞哥，此刻也像烂泥一样瘫软在地上。他引以为傲的江湖经验显得如此不堪一击。各位家人们，让大家受惊了，毒虫已经被抓走，这片果园的安全我林月用人格担保。明天上午8点，李家村助农苹果准时发车。3个月后，飞哥这些年欺行霸市全部翻了出来，数罪并罚。飞哥作为黑恶势力头目，被直接判了15年有期徒刑，没收全部个人财产。而王大强作为投毒案的主要执行者和从犯，不仅涉嫌破坏生产经营罪，还被查出他之前的加工厂存在严重的偷税漏税和以次充好。最终，王大强被判了7年。被捕的第2天，飞哥背后的其他高利贷债主就蜂拥而至，逼着王大强的老婆签了所有的转让合同。保时捷被开走，刚装修好的大房子被查封。他老婆一看这烂摊子根本还不清，连夜办了离婚手续，带着孩子和家里最后剩下的一点现金跑回了娘家，彻底拉黑了王大强所有的联系方式。至于他引以为傲的那个加工厂，因为全行业封杀，加上劣迹斑斑，根本没人愿意接盘。听说在看守所里，王大强每天晚上都在痛哭流涕，后悔自己为什么要放着安稳赚钱的代工不做，非要去攀传媒公司的高枝，更后悔为什么要招惹那些他口中穷酸的普通人。可惜世界上没有后悔药，未来的7年他只能在铁窗里每天踩着缝纫机在无尽的悔恨中度过了。反观李家村，那场直播不仅把坏人送进了监狱，也给李家村的果园带来了恐怖的曝光度。不仅是李婶家的3万单被一扫而空，整个县城那些滞销的优质农产品都在流量的倾斜下卖到了全国各地。半年后，公司举办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助农电商年度峰会。很多人问我，传媒公司明明掌握着最顶级的流量，为什么不去卷高端局？为什么不去卖高溢价的奢侈品，反而要跑到乡下去赚那几块钱的辛苦钱？几个月前，有一个人嘲笑我的粉丝，说他们是一群买个苹果还要问包不包邮的穷酸客户，说这群人不配吃好水果。那个人现在在踩缝纫机，但他这句话却让我思考了很久。什么是高端？包装华丽就是高端吗？价格昂贵就是高端吗？不，在我们公司看来，把那些踏踏实实种地的农民的汗水不被打折的传递到消费者手里，把那些为了生活精打细算、努力在城市里扎根的普通人当成最尊贵的客人去对待，这才是真正的高端。中国有千万个李婶，也有千万个在直播间里买29.9元苹果的宝妈、打工人，是他们用一双双长满老茧的手种出了满山的果实，也是他们用一块一块攒下来的血汗钱撑起了我们这个国家最庞大、最坚韧的经济底盘。没有他们，就没有所谓的行业，没有所谓的资本。所以，传媒公司永远不会抛弃他们。我们会把物流打下来，把包装打下来，把中间商的暴利打下来。我们要做的就是坚守初心，让老百姓吃得起好果子，让种地的人赚得到良心钱，因为他们才是这个时代真正的脊梁。话音落下，台下先是死一般的寂静，紧接着爆发出了掀翻屋顶的狂热掌声与欢呼声。小夏在台下拼命的鼓掌，手掌都拍红了，眼泪更是止不住的流。大屏幕上的直播间里，无数弹幕汇聚成了同一句话：我看着镜头笑了，我知道属于我们的时代才刚刚开始。